最好的措施就是干脆把垂直尾翼取消，这样未来的隐身战机，那么就360度，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死角了。可以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所公布的这个科幻方案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本届珠海航展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他们在航空馆发布了一个宣传片，该宣传片非常震撼，其中出现了一架6代机的想象设计图。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走进本届珠海航展的1号馆，也就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主馆，那么一进门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屏幕，那个大屏幕上面是该集团公司做的一个宣传大片，其中有几个镜头引起了媒体和观众们的高度关注。那么它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和图像呢？一些媒体人分析，那很可能就是中国现在正在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想象图。从这个图像情况看呢，确实是非常科幻。总体的它是一个无尾式的布局。这个无尾式布局呢，和一般的飞翼还不一样，它有机头，有进气罩，但是看上去没有垂直尾翼。这一点似乎和美国现在公布的所谓第6代战斗机的一些设想方案非常类似。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现代的隐身战机啊，它虽然隐身性能不错，但是不能保证全向都隐身。正向、斜前方，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是比较小的，但是到了侧面的话呢，它的雷达反射截面会相应增大。为什么？因为侧向是有垂直尾翼的，尽管这个垂直尾翼不是垂直安装，而是 V 字形安装的，但是依然会增大它的侧向雷达反射截面。那么为了彻底的消除侧向雷达反射截面偏大这个问题，最好的措施就是干脆把垂直尾翼取消，这样未来的隐身战机，那么就360度，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死角了。可以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所公布的这个科幻方案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那么这个道理当然是针对未来信息化战场，特别是隐身突防这么一个目标来开发的。那当然，我们中国的下一代的隐身战斗机会不会采用这样的方案，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起码是我们中国航空人的一个探索。当我看到这么一个由中国人创意开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的验证机，应该说我还是很兴奋的。因为这个方案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它拥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全无尾的战斗机，法国、德国在探索，美国在探索，当然我们中国也在探索。法国和德国他们搞的这个方案开始是全无尾的，垂直尾翼全没有，水平尾翼也没有，但是后来发现不行，最终呢，他们所谓的6代机还是把垂直尾翼扎上了，只不过外张角更大，变成了个蝶形尾翼。美国的方案现在虽然公布了几款，但是呢，思路依然不是很清楚。如果你把垂直尾翼取消以后，你怎么来控制这个飞机？它跟一般的飞翼飞机不一样，飞翼飞机他们是不飞超音速的，不飞高机动的，而未来战斗机超音速你要保证，高机动你也要保证，没有垂直尾翼，你靠什么来控制飞机？当然有人提出来用推力使样技术，没错，但是推力使样技术也不是那么保险，因为一旦发动机发生故障，恐怕你失去了这种控制手段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那么中国的航空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起码从这个科幻小片段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设计师采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机翼，没有垂直尾翼的这么一个布局形式，但实际上它后缘的负责升降控制的这个舵面啊，在隐身突防的时候，或者是高机动飞行的时候，它可以为飞机呢提供较强的俯仰操纵力矩。那么如果在起降或者是在一般状态下的飞行，这2块活动翼面是可以旋转的。当它们旋转到一定角度时，就变成了一对 V 字形的双垂尾。
由于它是全动的，放下去以后既能当升降舵使用，立起来呢，它就可以变成全动的垂直尾翼，以适应不同的这个飞行需要。这个大片所展示的中国航空人所设想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方案，可能是我们正在摸索的一个方案，不一定是未来中国下一代战斗机所采用的方案。但是即使如此，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中国的飞机设计师已经在未来战斗机的发展方面有了大量的创新性的方案和创新性的思维。要想引领下一代战斗机的发展，关键在创新，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飞机设计师，已经在创新的领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在此，我们要为中国的航空人点赞。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